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讲讲乘法的本质，还有几种乘法的运算技巧。首先，乘法到底是什么呢？乘法 multiply 乘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？乘法其实上一节课我也有稍微讲到了，乘法本质上就是加法的重复。比如说有某一个部落，这个部落里面呢有106个人，然后呢每一个成员呢都要献祭2只羊来作为他们一个献祭的任务。那这一种呢应该怎么算呢？如果你是不会乘法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做的。那你就每个人2个嘛，那加起来就是2加2加2加2等于212只羊，就是2加自己106次。当然了，我这么快算出来是因为我用了乘法的口诀，并不是我真的2加2自己加了106次算出来的。所以大家也就发现加法呢，它在某些情况下呢是可以适用的，但是呢，遇到这一种情况，就是说你一个数字是重复加很多次的话呢，你再用加法的这种很质朴的方式，就会发现非常的繁琐，而且非常的麻烦。这个时候呢，乘法就开始出现了。比如说2乘3，那就是2加自己3次呗。那这样子还是很快能算出来的，2加4，4加2 6，很快就算出来了。然后比如说3乘5呢，那就是3加自己5次呗，或者5加自己3次，用交换律嘛。等于如果我们很质朴去算呢，那就一步一步来吧。3加3等于6，6加3等于9，9加3等于12，12加3等于15，所以是15。当然了，我们聪明的古人也发现了，这种重复的相加呢，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。于是他们又做了一个，对，你一定也猜到了吧，99乘法表。好，我找到了一个表，这个就是乘法表。当然了，99乘法表只是乘法表的其中一个比较常用的形式，还有一些地方呢也是用10乘10，或者说25乘25。有的地区的小孩子从小就要背25乘25的乘法表哦。然后那些孩子的算术就特别厉害。这个呢就是乘法表。然后跟99加法表一样啦，大多数人呢算得快呢，基本都是要靠背下来的，或者说平常算的多了，潜移默化的就记下来了。但终归本质上你都是要记，你不记的话呢，那就加吧，或者数格子，用这种原始的方式先把这个表做出来，然后总结出这个表，然后再去记，再去算。然后同样的跟加法一样，一般来说呢，你就背到9乘9，或者说10乘10就够用了。其他的话呢，都可以在这个乘法表的基础上去算出来。其他更加复杂的算术呢，都可以在这个个位数的乘法之上去叠加出来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算一道题，叫做就用2位数了吧，25乘以12。当然如果是算得快的同学呢，应该很快又能算出来，就是250加50，那就是300了。那我们就假设你这个小学生，那我们要怎么去拆分成这种个位数相乘的方式呢？好，第一个方法就是分配率。就是上节课提到的，所以理解了为什么我在讲乘法之前得先讲分配率了吧。好，首先我们可以拆分成25乘以10加2的方式，也可以拆分成25乘2乘6的方式，你看哪种方便呢？这一个呢就是
250加50，那这一边呢就是50乘6，哪个都一样，最后都是等于300。那第一个是用到了分配率了，那第二个呢是用到了结合律，或者说结合律的逆向运算，或者结合律的另一种方式。那这一个就是我写在下面好了。好，这一个呢是分配率，这一个是结合律。这是其中一种方式啦，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你的数字变得特别大，238乘以765，就打个比方啦，那如果你要去用这种分配率或结合律的方式，你发现是不是要拆很多，要变成238乘以700加60加5，238乘700，一般人是不会第一反应就算出来的。而当你猜出来之后，你还得再猜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先猜出来吧。对，一般都是要再分解成更细的步骤。那是什么更细的步骤呢？那就是200加30加8乘以700，后面也类似是这样啦。当然，如果算得快的话，也是可以立刻算出来。那你这也没有办法根本解决问题啊！你换一个更大的数呢？你换一个43975乘以46973，我随便给的数字啊。那你再去用这种不断的扩展的方式，是不是非常没有效率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下更加有效率的方法呢？那当然是有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长乘法跟短乘法。长乘法跟短除法呢，也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在用的一种算乘法的方式。那我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例子。那我同样把上面的算术题先抄下来好了。长乘或短乘。长乘法跟短乘法是怎么回事呢？它就是建立一个数式，类似于加减法的那个数式，比如说25乘12乘，那我这里是不是可以2乘5啊？那这里就进一位了呀，所以这里是0。那2乘2是4啊，4加1，那就是变成了50。那还有这里10位的要算了，那就是一个25嘛，那在这里25。加起来就是等于300，这个就是长乘法，这个是长乘的。长乘法呢，它一般是2个乘2个以上的那个，一般是2个乘2个以上的位数才会用到，因为如果你超过2位数的话呢，你是没有办法一步做出来的。这里只有个位数跟10位数，但是也已经要拆成2个步骤了。如果是3位数乘3位数的话，我现在演示一下，238乘以765，那这里就要分成3部分叠加了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算，5乘8 40嘛，然后3乘5是15，但是5还要加上4，所以这里是9，这里进一位。然后2乘5是10，在这里还剩下一位，这里再进一位。然后我们再算这个60乘238，那这里一般是不写的，但你要写也可以，因为它是10位数开始相乘，那就是6848，写个小小的4。然后3618，那18加4要进多一位就是2了，12。然后2乘6呢是12，那这个1可以直接写2加2就是等于4嘛。然后最后我们来算700乘以238，同样了，这2个0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。
那7、8、56是一个小小的5。3、7、21，1加5等于6。2、7、14，4加2也是等于6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再算一下，这全部加起来，9加8等于17，1加2加6加1呢，刚好是10，这里要进一位。这里是1加4加6 12，这里是2，这里进一位。那1加6加1等于8，这里就是1啦。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呢是182070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182070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就是当你数字一大的话，你要拆分成非常多的步骤。当然，它本质上是也是一种分配率，它本质上也是 distributive， 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分配率。但是这个分配率呢，用了一种数式加法的工具来把它整合起来。这个也是长乘法了，因为它两个都超过10位数了。短乘法呢，就是比如说吧，这个238乘5好了，238乘5，短乘法。这里也是先列一个数式，乘以5。5、8、40、3、5、15、2、5、10、5、2、5、10、190。其实就是这个，跟这个一样，对不对？短乘法它为什么叫短乘呢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一步到位的，它是可以1乘以 n 个，这个 n 多少个都 OK， 但只要有一个数是个位数的话呢，就都是可以一步到位的，因为它是只要展开一次分配率就行了嘛，所以本质就是靠分配率。长乘法跟短乘法呢，我相信用的人是比较多了，但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发现，其实还有一种更加简便的算法，叫做隔乘法。隔乘法的话，我在这里写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隔乘法。隔乘法，那么同样还是238乘以765。这个例子好了，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格子，我们可以列出一个3乘3的格子。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我们先把这个238填在这，765填在这。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就一个一个算。7、8，我们这样子写。我换一个颜色的笔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算吧。怎么算呢？首先，大的数放在前面，小的数放在后面。7、8、56、下一步我们又要画格子啦，把它切分一下。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把这些一个一个加起来，这里是0嘛，这里4加8加5就是17，那这里4加6加1加8那就是20，这录下来呢那就是12，然后这里2加1加2加1加1加5那就是12，那这里2加1加1加4呢就是8，那它没有进位，所以这里也是1，所以结果又算出来了，是182070。隔乘法呢，是不是比刚刚的长乘法要快捷一点？但是当然呢，无论是长乘法还是隔乘法呢，你都要很小心，每一步都不可以算错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粗心的话，那你真的要仔细检查几遍才可以。你可以隔乘法算一遍，长乘法再算一遍，这样子考试呢就可以保证你算得出来的结果是没错的。然后这里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想了，那为什么长乘法可以这样子算呢？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它这个说难也不难。首先这里5乘8
40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比如说这个8跟5相乘，所以这个4是10位数进了4嘛，但是0呢是个位数，所以呢0就在这里，这一列呢是个位数，这里是进4啦。但是到了这里还有一个5跟8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？然后上面这个数字48是不是就是6跟8相乘，就是6、10跟8的个位数相乘？那写出40呢，就是60乘8，那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个位数了？那直接就是6乘8合起来，那是不是就是6乘以8个10呢？所以呢，这个8呢，算出来48，是不是也是10位数？那这个4也是10位数。所以这一排是不是就是10位数？包括这个15也是啊，15是什么跟什么相乘呢？是5跟3相乘，5跟3是不是30乘以5？那是不是也是15乘以10啊？那就是15，这个15的5是一个10位数，也是 tens，对不对？那么以此类推，这个是百位数，那这个就是千位数。那这里我也不推下去了。那么每一次往上乘呢，它就是10的再进一次次方。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同样 column、同样位置的再做一次相加，然后进位呢放到这一列来，这一列的进位又放到这一列来，那是不是最终就可以算出一个结果啦？我觉得隔乘法真的非常聪明哦。它某种程度呢是化解了长乘法的一些步骤，它分2步就可以到位了，就是画这个格子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隔乘法非常不错，打个星号。然后最后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个乘法的几何原理吧。简单来说，它其实就是乘法的几何表现。这一种叫做算术表现嘛，就纯数字是算术表现。如果有字母是代数形式，比如说这个 a 乘以，它是可以画成 a 乘以 b 的形式，这种叫代数形式或代数式。然后这一种呢是几何形式，乘法的几何形式呢，比如说 a 乘以 b 的几何形式呢，就是面积。乘法的几何形式其实就是长乘以宽，就是面积。有聪明的小伙伴应该就发现了。所以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b， 那面积就是等于 s 乘 b 嘛，这个就是乘法的几何意义。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，那加法的几何意义是什么？那就是线段延长啊，那就是线段延长啊。这是 A 线段，这是 B 线段。那 A 加 B，那这就是线段的延长了呀。这个就是 C 呀，这个就是 C，这个就是加法的几何意义。乘法的几何意义是面积。那我们用刚刚的例子，25乘以12的几何意义是怎样呢？那我们先可以做一个线，比如说这段是20，这段是5，大概4:1左右，然后再延长一条线段，这样子吧。这里是10，这里是2，那么一个长25米、宽12米的面积呢，就可以用分配率，那再猜一下咯，10乘以20加10乘以5加2乘以20加2乘以5，那这是分配率的其中一种。如果你不想算4次，那你就是算少一点哦，你先算这里，一起算，一起算。
我就直接12乘20加，然后再算这里，再算5乘以12，最后呢就是240加60，也是等于3。所以哪怕是面积法，它的本质也是分配率，也是分配率 discrete， 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？所以不讲分配率的话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讲乘法这一节课。好，那乘法的本质还有乘法的一些运算方法呢，都在这节课给大家介绍啦。如果你还知道一些有趣的别的乘法的运算呢，非常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，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。那下一节课呢，我们就来讲解除法的本质跟除法的几种运算方式。有兴趣的千万不要走开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那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，非常感谢帮忙点个赞。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有时间的话呢，我会尽量一一回复的。那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奇怪，2714，3721，78556啦。